大家好，我是大蜡烛。刚刚视频展示的是 iQOO 7的快充功能，我会给大家好好讲一讲，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，我的一个综合的体验。其他的暂且不提啊，这手机的游戏体验绝对拉满，有很多我超喜欢的小细节。在视频的最后，也有我对电池的百年变迁以及能源相关技术的思考。自从智能手机问世后啊，电量一直是个特别让人焦虑的问题。像我经常是手机进入低电量模式，那个丝血的电量看着就难受，但是又懒得充，因为我时不时打手机游戏，之前也会直播打王者，总是边充电边打，手指之间卡着一条线也很烦。但如果是用 iQOO 7的快充，基本上是玩完了一局王者，你中间喝口水的功夫，充1分多钟，基本够你再打上1个多小时。我们先看一下手机的外观。iQOO 7这个后盖，白色玻璃后盖上面直接带了这样一个3色的条纹，我管它叫迪迦奥特曼配色。其实这个配色是宝马 M 系的经典配色，因为这款手机也是和宝马 M 系出的联名款，车标安全带都是这个配色。M 系在车友中的口碑我就不多说了，男孩们懂的都懂。唯一的小调整是手机上把宝马的色带中深蓝色调黑了一些，这3条色带寓意就是想凸显出赛车赛道一样的速度感。其实仔细看还能看到里面这种横的像轮胎痕迹一样的小的条纹。如果你刚好是宝马车主又是女生，也可以去宝马商城买一些 M 系的小挂绳啊，也会很搭。这款手机还有一款黑色的，一款银色的。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设计感足一些，而且我觉得这个白色加3色条纹，它和 Tom Brown 的衬衫设计配色也挺像的，也是白的上面一个3色条纹。手机芯片大家也都知道啊，搭载骁龙888芯片的手机，旗舰机标配就不多说了。由于效果全开的时候啊，确实还是有点热。接下来是最吸引我的快充功能。iQOO 7只要5分钟就可以将电量从0%充至43%，在14分钟就可以直接充满。但是也不是没有槽点，就是电池只有4000毫安时。在现在的主流旗舰里，4000毫安时虽然不至于垫底啊，可确实也不算高。主要在电池技术上，容量大和速度快是不能兼得的。所以我可能确实喜欢快一点，因为除了玩游戏，我一般出门玩的非常临时，可能说出门就出门，每次出门吃饭必借充电宝，我都不知道给这些充电宝公司送了多少钱了，有时候忘还一次就直接扣30，又忘还一次又扣30，而且我每天晚上睡前是否给手机充电真的是特别随缘，哪怕卧室床边就有插座。我也知道电量常年维持在10%以下对电池不好，但就是养不成这种按时充电的习惯。那有些同学住大学寝室的话，晚上要是断电还没法充，但是要是用快充手机呢，可能早上刷牙时间充一下也够用一上午了。充电器是120瓦的，兼容 PD 协议，也是可以给我的 Switch 和 MacBook Pro 充的，这点我也非常喜欢。等于在床边我放1个充电器就够了，要是出差也可以只带1个充电器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这个充电头是真的不轻，线也是属于蛮耐用的那种，线质跟 Mac 的充电器也差不多。我在苹果社区官网也有查，使用瓦特数偏高的兼容电源适配器不会引起问题，但也不会提高电脑的充电速度，也就是给电脑充不会有快充的效果。然后就是对游戏场景的各种小设计了。在玩游戏时，如果你连的 WiFi 偶尔不是那么稳定，那可以选择使用数据加速功能。WiFi 卡的时候呢，可以用手机运营商的流量做一个补充，类似是一个 WiFi 和手机流量双开，但主要消耗 WiFi 的效果，为的是在团战的关键时刻保持游戏的低延时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关闭这个效果。配置的双线路马达震动反馈体验相当好，因为它左右都可以震嘛，所以在玩和平精英的时候，你可以根据震动的方向来判断你伤害的来源。立体双扬也可以更清楚地听不同方向的脚步声。打和平精英、王者都可以用双控压杆。那什么是双控压杆呢？就是按压1次，理论上可以完成2次操作。瞬时触控采样率有1000赫兹，所以也是今年 KPL 比赛应机。比如像官方自己宣传的时候啊，都说双控压杆在打王者时可以一键换装，但是你自己完全也可以针对不同的英雄开发一些有意思的骚操作。比如我自己胜率最高的英雄是李元芳，所以我就把他的1技能设置了一个右侧重压即可释放。然后我在平 A 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我的手指并没有移动过去按1技能，只需要重按普通攻击键就能把1技能释放出来。你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啊，调整重按的力度，以保证不会错误释放技能。专门为游戏设计的游戏魔盒，在游戏左上角用手指一画就能出来，里面的功能都比较实用。比如你玩原神的时候啊，可以直接把微信的图标放在旁边，时不时打开看一下。
在王者峡谷等复活的阶段，也可以直接在游戏里的微信小界面及时回复一些消息。时间久了，我甚至慢慢适应了这个大小的微信。当然，已经弃聊了的同学啊，也可以开启一键单身模式，电话还有 QQ 微信弹窗全部都进不来。这个功能大家谨慎使用了。在体验了14分钟就臭卖手机的快充技术后，也引发了我的很多思考。视频的最后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电池能源的过去与未来，以及与商业的关系。上面这张图是在新千年之后全球市值前10大公司的变迁，有人将这些公司分成了6大类，也试图找出商业演化的新方向。但我们能不能用更简单的方式对这些公司进行一下归类呢？还是可以的。每个时代伟大的公司都是在能源或者信息上有重大的突破。或者说，任何一个复杂体系最终核心结构就是能源和信息。每次能源结构的更新都会推动历史奔向下一个潮流。比如农业时代，我们主要依靠的是太阳能。虽然太阳能是去中心化且免费的，但是我们需要依靠植物来储存能源，就只能去增加种植面积。人类无论如何协作分工，人的智力也挺难作用于能源效率的。能源储备只取决于农业生产者的种植速度，所以经济的增长曲线都是平缓的。而工业时代的核心就是化石能源与电气化。人类智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能源效率上，更多的协作分工也就有了基础。而在今天，很多人关注光伏或者是电动汽车，其实更大的逻辑是我们需要新的能源结构的故事，因为人类太渴求新的故事了。所以特斯拉在很多投资人眼里并不是一家汽车公司，而是能源公司。像宁德时代，很多人也把它当作能源公司，甚至有公司一辆车没有造，就靠电动概念获得了比主营业务还高的估值。其实在100多年前，人们对电池技术的热度会比今天还高。1858年电报公司出现时，电池平民化的速度要远快于电力工业化的速度。电池的首次商用也是用于通信业，当时美国成千上万台电报发报机，各地的电报局和中继站实际是靠电池支撑的，不充好电就发不了电报。后来电池迎来了大发展，美国每个家庭都会有人定期上门，帮助用户的超大号电池进行电解液的补充和更换。需求最旺盛的时候在手杖上，在帽子里，甚至是鞋里都会有电池发挥作用，比如给脚保暖的便鞋。而这显然都不是真实需求。1899年，爱迪生猜想到了内燃机电动车一定是下一个热门事物，但他深信内燃机的技术只是过渡性的，最终一定会让位给电动轿车，所以他的公司开始大力研究电动车。1894年出产的 Electrobike 电动车总重量超过了4000磅，电池的分量占了38%，但充一次电在当时可以行驶50到100英里。爱迪生也说出了那句名言：我没有失败，我发现了蓄电池的24999的毛病。不过后续这句话被改编成了其他各种版本，所以我真正想表达的是，近些年我们看到的哪怕再新的技术，其实也有些像资本市场一样是呈周期性的，好比 AI、VR 历史上也火爆过多次一样。电动车也并不是突然在这10几年间出现的，艾森克石油在50年前也对锂电池有过大量的投入。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，你正在经历的浪潮中，那些我们自己可感知的、务实的，为我们生活带来极大效率提升的技术，比如让智能手机可穿戴产品将来可以负载更多大流量应用，可以经常在手机上进行大型游戏，可以随时开90帧以上的高清直播，甚至是时刻感受机器人带来的增强现实。个人的智能终端会再增加数倍，这都是未来5年比较可能看到的。而小小的快充技术将持续增大智能终端的网络价值，因此自主研发的快充技术对加速信息流动、改变信息结构真的很重要。我相信未来的快充协议也会越来越统一，更多的场所会提供更多的免费的充电支持，会有更多的数据生产要素，大家可以更高效的沟通，在屏幕中看到更加清晰真实的世界。